thick and thin, enough to know that I would rather not go through life without you. And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And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大家好，我是张大哥。大哥已经把这部 W116350SEL 1979年的分油盘已经拆下来了。我们来看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34035。但是大哥碰到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缸这一缸的话。应该是它的第4缸它的第4缸。当引擎还没有发动的时候，它就开始漏油。这个问题呢，大哥目前无解怎么讲呢？因为它上下油室的抹片已经破损了。那这一款8缸的非油盘的抹片，大哥目前也没有现货。如果从国外订的话，可能至少要花掉20多天的时间。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破损漏油的状况大哥现在送电门目前大哥送电门。我们看到这一缸一直在冒油了，关电门，它油一直冒出来，再来大哥送电门，这代表这个膜片已经破损了，上下油室它已经打穿了那好，大哥来送电门，照正常的时候，我们这边往下压它才会出油我们看到往下压它才会出油。所以这一缸目前，大哥无解了，必须要换膜片。这是大哥碰到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 ，OK， 大哥把这一缸先把它锁紧把它锁紧呢，我们才能够做。还没有整修之前，它的测试的状况。OK， 好，大哥开电门。OK， 好，其他每一缸都是完整的它并没有再漏油了。好，大哥加油，这才是正常的。好，加油。其他缸数目前并没有漏油，但是它的出油量，大哥还会来做一次检测。大哥已经把这个第4缸这个漏油的第4缸已经把它堵塞起来了。我们来做一次这颗分油盘还没整修之前的它的流量测试的结果是怎么样？好，我们来做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OK， 我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我们有看到这个第4缸第4缸因为被大哥堵起来的，所以第4缸目前并没有接我们只有1、2、3、5、6、7、8缸。OK， 好，时间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这颗分油盘在还没有整修之前，它的出油量的状况。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那第4缸因为它漏油被大哥堵住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只有1、2、3、5、6、7、8的4缸。这7缸。
好，时间到，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一缸的出油量在130，第二缸135，第三缸就比较低了120，第四缸因为没有接没出油，第五缸120，第六缸130，第七缸130，第八缸135。厂方要求是15%的误差范围。那我们从最高的120跟最低的120跟最高的140啊，第四缸的140，误差是20mol。误差20mol的话，如果以这个流量的误差20%的话，那就已经超过15%的这个15%的误差范围，而且它的出油量也偏低了啊。正确的出油量应该大概在150左右，所以这个分油盘现在碰到的几个状况，大哥现在已经把这颗W16560的分油盘，我已经把它拆下来了。大哥现在打算把它打开，但是打开的时候，我希望说我们今天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因为呢，你如果说很贸然的把它打开的话，你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现在有看到这些膜片我们现在有看到这里面有些膜片，这个膜片呢，如果说我们没有经过专业的设备，那直接就把它打开，这些膜片就破掉了。那破掉的话就完全无解了。可能就是外国能够买得到的话，也会很辛苦，也许会缺料我大哥现在把它分油盘把它打开，然后我们来看看它分油盘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结构是什么样，为什么这么精密？好，我们看到了，这是分油盘里面的结构。分油盘里面的结构大概就是这样子，它有它分上下油室分上下油室呢，我们有看到这边有弹簧，那上油室有上油室的弹簧再来还有下油室，所以说等张大哥来检修之后呢，我再向各位来报告。我们来看这个下油室，这里面下油室的结构。它这一款在第一代的基喷的分油盘里面是没有弹簧那如果说第二代的话，它上面下面都有弹簧，就结构是有点不太一样。OK， 等张大哥把这是上面的油室上油室的盖子大概长这个样子。那它的结构跟二代的基喷也是不太一样的。二代基喷的结构，大哥去拿一个 sample 来让大家看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二代基喷6缸的分油盘的下座那它当然这个地方都是有油封，那下面是有弹簧，那它的上座它的下座在这个地方这是它的这是它的下座，那它的上座在这个地方。比如说这颗是6缸的，6缸分油盘的下座这是6缸分油盘的上座，它上下都有弹簧，而且它结构跟我们一代基喷的是不一样的我左手边看到这是一代基喷，这是二代基喷的，这个呢就是4缸的下座
一个4缸，一个6缸，2代气喷的喷油盘上下座都有弹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大哥的备品，这喷油盘的备品就大概在这个地方。有缺料件的时候呢，我就只好从这些旧品上面去拆这些料件，比如说抹片这有破损的，然后还有其他相关的东西，这就是大哥的宝贝你看这个也是有破损的抹片抹片这边也是有破损的抹片，那其他的这是大哥的百宝箱。我们现在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底座大哥看过了，因为这个更细的东西，大哥其实也没那么多时间，那只是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 V8 的这颗喷油盘大哥必须要整理，然后把它拆下来，让大家了解，大概它有什么样的神秘的地方。大哥把这个抹片拆下来了，我们来看看。大哥已经做标示，这个是 V8 的这个喷油盘的膜片我们看这个膜片这个地方的第4缸这个地方，大哥用白笔标示的，中间有圆圈，有一个横向的一个裂缝。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因为大哥手上没有这个1代的这个膜片，这真的麻烦了。我们大家要看清楚吗？就是中间那个漏光的那个东西，就是因为这样子造成我们第4缸一启动就漏油。大哥现在想办法赶快从国外订吧。